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达达。然后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性少数群体当中的一员，我是如何发现自己的性取向，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然后又是如何慢慢的认同它、接受它，然后最后认同我自己、接受我自己。在这当中，我是经历了一些怎样的故事？我想用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我希望我能够借这个机会。安慰到一些还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的一些人，还没有开始完全认清自己，没有完全的认同自己，通过我的故事来帮助你看清楚自己。那么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视频吧。我其实很少去说一些自己的一些过去啊，过去比如说是怎么经历这个过程的啊，怎么找到自我的这些比较私人的事情。然后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我们大家都不是孤独的啊，尽管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一些排挤、冷漠和一些伤害啊，但是我们都长大成人了，不是吗？我真正的接受就是我的性取向是喜欢男生这一件事情，应该是在高中那一年，然后是我刚18岁成年的那一天晚上啊，就是很恰巧，就是在那天晚上。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喜欢男生这件事，那就要早很多了。那可能最早是在初中啊，可能是刚进初中的时候。因为我的记忆里是这样子的，毕竟再往早了去，比如说小学，那就小学的事情就基本上都不记得了。小学就根本不会想自己喜欢男的还是喜欢女的啊，这根本就不会想，也不明白喜欢男生或喜欢女生它的意义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啊。但是我只记得我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跟女孩一起跳皮筋。对，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挺喜欢跟女生玩了。为什么我在初中的时候开始发现我喜欢男生了呢？事情是这样子的，大家进初中的时候，开学前都要参加军训，是不是？我也是参加了军训，然后那个时候军训就学校会叫外面的一些教官来训练我们，对不对？那个时候带我们那一个班的那个教官就长得还挺帅的，应该是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对男生有了一点好感，然后那个好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喜欢他的那个人，那个时候的喜欢已经带有一丝丝的那种性幻想。就比如说初中军训的时候，会要站军姿，对不对？站军姿它是一件特别无聊的事情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站军姿的时候，我的眼神就会开始瞟我们的教官，因为我们那个教官长得特别的帅，我还隐隐约约的还记得，我记不清他的样子，但是我只记得他长得是很帅，然后是那种皮肤比较黑的啊，因为太阳晒多了嘛，然后是比较壮的，就是很有那种男人味儿的那一种，很 man 的那一种，然后就会开始站军姿的时候开始瞄他，就觉得他很酷很帅，就很喜欢。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喜欢男生了。就那个时候我并不完全能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就是 gay 了？就是我喜欢的是男的，我是 gay 了。我不会这么理解，因为那个时候初一很小，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我都不知道彩虹是什么，gay 是什么，同性恋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多少啊，就是觉得就是军训的时候无聊啊，然后就觉得教官很帅，然后就想看他。然后再往后，初中时期呢，其实我也就跟大多数的学生一样啊，就是学习嘛，也不会想太多的自己喜欢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那个时候，在初中的时候，其实我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啊，说话的一个状态，包括走路的一个姿势，整个人的一个神态形态，都是显得稍微比较偏妩媚一点的。我记得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个好像不是我刻意装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在初中班上就已经会有同学给我取外号了。我还记得，取过很多很奇怪的外号，比如说取过外号，有人叫过我小公主，
然后有女生会说小公主穿着她的石榴裙来上课了，就类似这种。当时我是没有往心里去的了，那个时候还小啊，但是现在回忆一下的话，会发现还是有点不舒服的啊。但是我相信，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小，也没有人是带着恶意去这样说，只是大家都不懂，不懂这是什么啊。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确就是比较的娘了，对比别的男同学来说的。然后当时有一个词叫做基佬，那个词好像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才流行起来，才火起来。班上有同学叫我基佬，然后我才知道，哎，原来是这个词，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的一个说话的方式、姿态，原来还是有一些女性化的。然后大家就会叫我基佬。那个时候就有人把这个词用在我的身上，但是那个时候也不会说就很生气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傻乎乎的，还不了解这些东西它其实带有一些侮辱性的。但是我还是相信，就是说出这些话的那些同学啊，他们不是带恶意的啊，他们只是觉得好玩，因为都还小嘛，都还小。然后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让我就是真正的被伤到、被打击到的，是在初二的时候，还是初三、初二的时候吧。我那个时候是寄宿生，就是睡在学校的啊，周末回家，所以我们会有生活老师，类似那种宿管阿姨的角色，会有班主任嘛，生活老师，然后他好像是发现了我就是行为上面、说话上面，就是整个人的姿态比较的女性化，就有一点娘的那一种啊。这件事也是后来我从别的同学口里面听到的啊，那个生活老师没有直接当面对我说，别的同学说生活老师说你们不要跟他玩，就是不要跟我玩，那个男的有问题，那个男的不正常啊。那个学生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个老师跟那个同学说不要跟我玩，因为他觉得我有问题，我精神不太正常。然后那件事情有一点点打到我了，那个事情打到我的一个点，可能是因为那已经不是一个跟我一个年纪、一个认知水平的人对我的评价啊，那是来自于一个成年人，年纪比我们要大很多的一个成年人对我的评价，所以那个时候还是特别的被这件事情有伤到的。透过那件事情之后，我就慢慢的开始控制自己，特别刻意的控制自己。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装起来了，就装的跟身边的同学一样，跟身边的男同学一模一样。啊，他们是怎么去拿东西的，他们是怎么去走路的，啊，然后他们是怎么去说话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装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小，我也不可能说直接去抓着那个生活老师就去跟他对峙啊，去说什么，你伤害到我了，你要跟我道歉啊，不可能。那个时候就是默默的吞下这一切。那个时候我觉得他说的那些是事实啊，我的确跟身边大部分的男生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啊，说话、行走的姿态、拿东西啊的姿势都不太一样，都显得特别的女性化。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是我的问题的啊，所以我就特别的装，后期我就特别的装。好，然后初中呢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经历了这么一种种的事情之后，我进入了高中。高中的时候呢，我读的是艺术生，然后我本来是学美术这个方向的，后来改成了声乐，因为我不喜欢画画，喜欢唱歌，后来改成了声乐。然后因为学校里面是一个艺术氛围比较好的一个学校，美术生、音乐生都在一个学校里面啊，然后大家又都是做艺术的，所以我高中的话，说实话，就过得还行啊，没有初中那么磕磕绊绊的。高中的话也没有说经历这种有老师对你有偏见，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在刚进入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在初中阶段经历的那一些事情，包括同学给我取的外号啊，来自生活老师的恶意啊，所以进入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给自己就是一些暗示的。我说我一定要变得像一个正常的男生啊，我一定要装得像一个正常的男生一样，我一定要少说话，然后
好好的读书啊。然后我进高中的时候是这么想的，所以当然进去了之后呢，的确也还比较顺利，班上也没有同学说给我取那种很难听的外号，可能那个时候高中了吧，大家也马上就要成年了，都要长大了，大家也知道要去尊重别人了。但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来自于我自己那个时候真的比较装直男。我很清晰的记得班里面有一个男生，他是那种非常娘的，就比我初中时期还要娘。然后他是那种娘的非常的外在的，然后他也不管别人怎么去骂他，他就做他自己。哎，现在去想想，我还是有一点羡慕他的，我觉得他特别厉害，特别敢，在那个时候就敢那么无忧无虑、快乐、清晰的去做自己，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因为他在班上表现的过于的外在，所以班上还是会有同学去欺负他，去给他取外号，伪娘、基佬、娘腔这些外号全部都用在了他的身上啊。那个时候我记得高中我看那个男生的样子，就仿佛像是看到了初中的我自己，觉得他很可怜啊。但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能够就站出来，站到他的那一边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装直男嘛，因为我不想再经历我初中经历的那些事情了。现在回想一下，真的当初我真的不做人。高中时期我装直男的这个过程，装的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人感觉出来我好像是个弯的啊。那个时候没有人感觉出来我哪里有不对劲，然后班上还有挺多女生，包括隔壁班啊，还有挺多女生追求过我啊，但是我都没有答应。然后就来到了临近毕业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因为要毕业了嘛，大家要考学我要参加艺术联考，还要参加高考，压力都特别的大。那个时候又加上自己就是成年了快啊，要18岁了，所以内心的一些想法也就慢慢的冒出来了。我越发的就是发现自己喜欢的对象是男生啊，不是女生。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不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就是不正常，还是多亏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个特别娘的那个同学啊，多亏了他，因为他经常会开玩笑的跟我们说，他喜欢男生呀，他以后要找男朋友啊。然后我也是通过他的这一些事情，这一些行为，然后慢慢的了解到了世界上还有一个就是不一样的一类群体，他们是男生，但他们喜欢的也是男生。然后来到我高中，即将成年的那个晚上，就是即将满18岁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我是一个人坐在家里，然后也没有说要就是给我自己办一个什么成年礼啊，也没有，因为我家里人不太注重过生日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这种太多的仪式感，所以我自己呢也不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啊。包括我家里人有时候连我可能几岁了，可能有时候都记不太清楚。对，但是我不怪他们啊。再说回那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我记得我是在家里面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拿着我的身份证这样拿着，一直看着他，我看着他发呆。然后那个时候学业压力比较大，然后加上自己要成年了，然后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丝丝的期待了，然后所有的感情交叉在一起。然后那一个晚上，我就偷偷的在家里面拿了酒柜里面的红酒，因为我家里人比较喜欢喝酒嘛，所以家里有一个酒柜，里面全都是酒。我就拿了2瓶红酒，一个人在家，直接开了瓶子就往嘴巴里面灌。那个晚上我好像是觉得，马上就成年了，到了一个合法饮酒的年纪了，我刚好就想尝试一下喝醉酒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那个时候有一点点买醉的感觉。那个时候一个人在家比较孤独，大概1瓶灌下去之后，我当时就应该已经是哭了。一个人在家拿着2瓶红酒，然后在坐在那哭，就觉得自己很惨。我是边哭着边看着我自己的身份证，边下定决心的说，我就是喜欢男生啊，这就是我自己啊，我也不需要再去装什么，再去改变什么。
是不是很戏剧化感觉？但这是真实的事情啊，这个没有一点造假。那天晚上我就是这么度过的，然后一边看着身份证，一边哭，一边心里这样想着这些事情，一边开了第二瓶红酒，准备再继续灌。后面事情我就不记得了，因为那个时候醉了在家。我只记得后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床上有一滩我的呕吐物，还是红色的，就晚上喝多了吐在床上。然后我还记得第二天就立马把床单什么的全拿去悄咪咪的洗掉了。那一晚过后，我开始正视我自己啊，然后开始在网上去搜一些相关的话题，比如说会输入一些关键词啊，比如说同性恋、gay，去搜。那个时候我就搜出了一个当时特别火的一个同志聊天的一个 APP，叫做那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那个蓝色的那个 APP。然后那个时候我下载了，那个时候我刚成年了嘛，我下载了，我注册了，然后在上面就打开了自己新世界的大门，我就发现哇，原来周围有这么多人都跟我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是通过那个 APP，然后一点点的了解到了这个群体，然后一点点的了解到了原来我不是唯一一个经历了这些事情的人，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跟我一样有着同样的经历。然后也在那个 APP 上认识了一些就是当时的一些朋友，然后后面也会跟他们约出去喝酒啊，差不多后面高中也差不多快毕业了啊，高中毕业了，然后毕业后呢那个时间段就很闲嘛，所以我就用那些时间在这个圈子里面交了不少朋友，发现他们都有或大或小各种各样的一些故事，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就一点点的通过他们，慢慢的就是明确了自己未来的一个路要怎么样去走。我也很庆幸，就是那个时候没有遇到太多的坏人啊，遇到的都是一些好人。然后特别是一些年纪比我大一些的朋友啊，他们给了我很多的精神上的一些帮助。然后在我比较无助的时候，就是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时候，拉了我一把啊。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意识到，就是生活里面有真正的朋友，就是真正可以聊心事的朋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那样子真的会让自己就是快乐很多。然后在大学里面，我读的专业是音乐嘛，然后学的是声乐。然后在大学里面是一个艺术氛围特别浓重的一个环境，所以身边或多或少就是跟我同样属性的人就慢慢的多了起来。当然在刚开始进大一的时候，大家都是互相的都有点装啊，都有点不承认，但是慢慢的相处，慢慢的大家都发现了，哎，原来你也是，哎，你也是，就这种感觉。就发现一个宿舍，那么多人，哎，怎么都差不多都是啊，就真的，因为学艺术的嘛，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我那一届的同学里面，还是直男偏多了啊，还是直男偏多了。进入到大学了嘛，大家都成年人了，大家都不会说太多的过于关注身边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你喜欢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大家都或多或少的是在关注自己啊，就更加的会以自我为中心，在大学里面啊。至于身边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只要没有影响到我，其实都不会太去在意，也不会太去说什么。包括学校的老师，也是一样，除了教授你专业知识之外，他们其实对你的私人的一些生活，他们不会太去管什么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在大学期间还算是过得比较快乐，比较自由，特别是身边跟我同样类型的朋友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就更加的愿意去打开自己了，然后也愿意更加的去展现自己了，就不会太去装，然后不说话，然后特别的沉闷，然后一直到现在啊。现在我工作了，然后我的工作其实跟音乐也是相关的，然后我公司的所有的同事呢，里面也有不少跟我一样的是性少数群体当中的一员的，虽然公司还是直男直女偏多啊，但是大家的相处都非常的融洽。然后我呢，在公司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隐瞒，
现在就是全公司都知道我是一个弯的，全公司都知道我是一个弯的，全公司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的这个身份有任何的意见，没有。现在呢，也是在外面去，比如说交朋友呀，也不会说，就是把自己藏起来，就是你想问什么我就告诉你什么，你想知道我喜欢的是男的是女的，我就告诉你我喜欢的是男的，我也不会去装，我也不再需要就是为了去迎合某一个圈子，迎合某一群人，去装的跟他们一模一样。所以现在的我呢，在这这个方面已经就不会有任何的困扰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刚满18岁、即将满18岁的一些朋友，来看到这一条视频。但如果你看到了的话，有这样子的一个纠结，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在这里，我也希望你就是能够，不再去纠结它。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困惑，它都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眼界的打开，随着你认知的提高，一点点的化解掉。只是时间的关系。然后也正因为我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才可以笑着把我以前经历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出来。那么这期视频就先这样子啦，然后希望大家还是能够看得开心，